马上就要进入鬼域考核，我好害怕。我也是，据说上一届考核有3个学生在鬼域被吊死鬼活活勒死。我听说过更恐怖的，好几个学生被烧死鬼烧成了焦炭，连尸体都分辨不出来。别说了，我好怕。同学们放心，只要按照我们平时学的来，这些鬼基本都能应付。班主任周迅尽力地宽慰着学生们，毕竟学校学的都是理论知识，学生们害怕紧张还是很能理解的。可就在这充满紧张的气氛中，教室后面忽然爆发出一声兴奋的惊呼：我的5杀！傻逼队友抢我5杀！马上就要进鬼域了，这小子还有心思打游戏？难道他真的不怕鬼？我是谁？我在哪？算了，我再打把游戏压压惊。马上要进鬼域考核，你还有心思玩游戏？你理论知识都复习好了？那我问你，那你再说说，碰见荒坟鬼该怎么办？把荒坟鬼身上的东西都搜刮干净，再开一家古玩店。那碰见电死鬼该怎么办？抓来当充电宝。那红衣女鬼呢？女鬼，那得看看她颜值怎么样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嘿嘿嘿。哥们，你连女鬼都下得去手，是真的牛逼呀！我看马牛逼都没你牛逼呀！你给我滚到教室后面罚站去。好的，老师。检测到老师破防情绪管理系统绑定成功，获得新手大礼包。技能破防契约数，当鬼魅破防至99%时，宿主可强行与鬼魅签订遇鬼契约，不管鬼魅愿不愿意，同时赠送宿主，契约上限+2。哇塞，系统诚不欺我。原本他天赋很差，契约上限只有0.5，勉勉强强只能契约半只残鬼，现在系统直接送他2个。还有这么变态的契约数！马上开考了，现在讲解考核规则。这次考核是高考成绩的重要指标，通关 A 级鬼域可获得进入一本大学的资格 ，B 级是2本 ，C 级是3本 ，D 级是大专。不过同学们不要好高骛远，万一你选择 A 级鬼域却没有完成，那连上大专的资格都没有了。还有，这次考核鬼域中有大量高级鬼魅，是大家签订契约的最佳机会。要是发现心仪的鬼魅，就可以尝试签订契约。一旦签订成功，你的实力会大涨，对于通关也是很有帮助的。好了，你们可以开始选择进入哪个等级的鬼域了。小九，你的天赋和理论知识太差，一定要选D级，不要连大专都没混上。九哥，要不咱俩都选D级鬼域，随便契约个弱鬼，一起去大专混算了。D级的鬼域太弱，要去你自己去。D级鬼域的标配只有几个初级厉鬼。虽然很好通关，但是他刚绑定系统，为的就是能多契约几个厉害的鬼魅。D 级显然不适合。A 级鬼域有很多，也是统一标配，2个初级凶灵，5只中级厉鬼，初级厉鬼若干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九哥也太拼了，我等会还是摆烂选个D级吧。靠，这个小子怎么这么不听劝呢？理论知识和天赋年级倒数第1，去 A 级这不纯送人头吗？我好快走。全省统一考核，看来这些人和我选了同一个鬼域。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恐怖病院，我是你们考核老师。简单介绍一下，这里是位于苍兰市，这家医院原本就是苍兰市第1人民医院。苍兰市就是那个被鬼魅侵占的城市。2年前苍兰市没有顶住鬼潮袭击，被鬼潮吞灭后，全城的人死光了。据说有2、3个精英遇鬼团都在这里被团灭了。你们说的没错，苍兰市全城被鬼魅吞灭，
不过这座病院已经被安全局用法阵划分出来了，外面的鬼魅进不来，这里就是你们的考场。你们的考核任务很简单，就是在这里活过1天，同时契约你们心仪的鬼魅，契约1个就算及格。我有个问题，如果契约上限是 0.5， 那怎么办？只按个数算，残鬼也算1个。明白了。上限只有 0.5， 居然还敢选 A 级鬼域。哎呦，这不是我们全校天赋最废的华九吗？还敢选择 A 级鬼域，真是不怕死。哎呦，原来是我们学校最矮的刘泽呀，太矮我都没看见，怪我人眼看狗低了。耶！丁，恭喜宿主获得10点破防积分。可别以为活1天很容易，里面的鬼魅对你们而言可厉害着呢。为了保护考生的安全，每人分发1个传送符，要是面对致命危险的时候，可以撕掉符咒传送回学校。千万不要贪心，如果抱有侥幸心理，不想撕或撕晚了，命可能真的就没了。还有一件事，契约或消灭1只恶灵级别的鬼魅，可以获得 MVP， 奖励1颗价值10万的青狮鬼珠。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吗？那么考核开始。众人，你看我看看，你谁都没有最先进医院的冲动。去看看有没有漂亮的护士姐姐。看着华九进去，后面5个人也紧随其后。他们可不想有什么好的鬼魅被抢先契约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他怎么不走了？鬼啊，50几个鬼啊！快跑啊！卧槽！我尼玛，怎么刚来就遇到了？那个叫华九的出来了吗？没有啊，他恐怕是被鬼活活撕了吧？让他嘚瑟，撕了活该。不对呀，鬼域介绍不是说这家恐怖病院只有不到20个鬼吗？哪来的50个？卧槽，我们不会被耍了吧？丁，恭喜宿主获得100点破防积分。丁，检测到前面房间有1只中等残鬼，请宿主注意安全。你把我们吓跑，想一个人独享？什么叫我独享？是你们自己胆小。你知道我身边的美女是谁吗？咱们学校第1天才孙丽丽，觉醒上限是3，足足是你的6倍。什么好的契约鬼也轮不到你，赶紧给我们让开。他说的没错，资源要放在有用的人身上。既然你们想先进去，那请吧。我们走。你这个废物，滚远点！等等，这哪来的 BGM？ 快看，那是什么东西？不好，快走！看着3人脸上浮现的死气，华九不由吞了口唾沫。幸亏自己让这3个傻叉先进去了，否则遭罪的就是自己。他发现3人的表情逐渐狰狞，大颗的冷汗从脸上滑落，身子也在微弱的颤抖。显然，他们正在承担极大的痛苦，可是却无法动弹，就连撕开传送符的机会都没有。他们3个不会就这么挂了吧？还没过10分钟就死3个人，这鬼域难度也太大了吧？这时，最先有反应的孙丽丽率先冲破幻境走了出来。什么情况？碰见什么了？吊扇上挂着1颗血红的眼睛，能让人进入幻境。要不是我咬破舌头，恐怕就出不来了。刚才的幻境比噩梦恐怖上百倍，无尽的血域满是荆棘，一丝一毫地刺破他的精神体。半分钟后，刘泽他俩也冲破幻境走了出来。太恐怖了，简直就是梦魇！都怪你把我们引到这种危险的地方。这是你们自己作死，关我屁事！哼，得亏是我们先进去了，要是你这种学渣先进去了，肯定不知道破解幻术的办法，现在早都死透了。嘿嘿，我根本不会出幻术，因为我没有蠢到做第1个进去的人。早起的鸟儿吃枪子。你丁，恭喜宿主获得30点破防积分。我们换个地方，我可不想和这个人渣待在一起。留着他们走后，华九转身走进了这间房，不过他并没有抬头去看吊扇，而是走向了吊扇的开关，把吊扇的马力开到了最大。从刘泽3人的反应来看，只要不对视眼球，就不会中幻术。臭小子，别转了，我快晕死了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20点破防积分，有效果，鬼破防了。华九心中窃喜，不过他并没有过去关吊扇，而是继续等。我叫你把风扇关了，听不见吗？丁，恭喜宿主获得20点破防积分。关了呗，实在是太晕了。鬼哥，咱们做个交易吧，
我关了吊扇，你做我的契约鬼怎么样？就凭你一个小屁孩，也想和我契约，做吗？行，我有的是时间，咱就耗着呗。检测到血统鬼破防达到88%，距离直接签契约还差11%。你先关了，咱们好商量。华九见血统鬼的破防进度一直卡在88%，动不了了，知道得想其他办法。那好吧，现在可以签契约了吧？你要是不签，我继续开。你先把地上那边的眼药水给我，刚才被风吹的眼睛干得要死，等我滴完眼药水，我就和你签。也行。那边都是各种眼药水。这时他把目光落在了角落，那里放着一瓶502。华九背着血统鬼，不动声色地撕掉标签，随手就扔向了吊扇的方向。嗨嗨，多谢了，等我恢复了实力，看我怎么收拾这个小屁孩。卧槽，我眼睛怎么睁不开了？睁不开了，会不会是眼药水过期了？这时候他才试探性地看向血统鬼，果然血统鬼的眼皮紧紧地贴在了眼睛上，无论他用血管怎么撕扯，根本不起作用。我朝你先人。检测到血统鬼破防达到99%，可选择强行签订契约。签订。丁，血统鬼小姐，你是否愿意把你的一生托付给华九先生？老子是男的，老子不同意。去你妈的，把老子眼睛都糊住了，还想签契约，想屁吃！血统鬼小姐同意，签订契约中。等等，老子啥时候同意了？我真的是超了。签订契约完成，残鬼进行融合。吊扇上的血统鬼受到了不可抗拒的外力，变成了一道鬼气，附着到了华九的右眼。华九瞬间感到了一丝灼烧感，他感觉到自己的血肉在与血统鬼融合，右眼球正在发生异变。恭喜宿主融合完成。对于完全体的鬼来说，契约之后是召唤进行战斗的，而残鬼就是与身体融合，并且增强自身属性，并不能单独作战。臭小子，你惹恼我了。嘿嘿，今后你就跟着我混了。血统鬼残鬼等级中级厉鬼，鬼气值100，距离下次升级还差100，忠诚度3%，忠诚度低于0时鬼魅会暴走彻底失控，宿主会遭到反噬。技能尚未激活。童哥，你的忠诚度有点低啊。我对你没有忠诚度可言，因为你是强行契约我的，我要恢复自由。丁，血统鬼忠诚度下降2%，剩余1%。不会刚契约的鬼就要暴走了吧？看看激活技能，能不能稍微增加一点忠诚度？打开积分商城，200破防积分可以兑换任意鬼的一技能。兑换。兑换血统鬼一技能成功，获得技能同数血域幻境。血域幻境1级，对敌方直视血统时可使用，让敌方陷入血域的幻境行动禁锢，并且对对方造成持续掉血灵气消耗50%。技能冷却60秒。注：禁锢持续效果对同等级或低于血统鬼等级的鬼魅和人持续30秒，对于高等级的持续10秒。臭小子，可以啊，这么快就把我的技能激活了。丁，血统鬼忠诚度上升9%，剩余10%。集槽物6，原本我有些近视，现在可以清晰地看见远处的东西，这波真的赚大发了。靠，这些食尸鬼怎么追着我们不放？这个数量也太多了，我们根本应付不过来。要不把传送符用了，总比被食尸鬼吃了强。我有办法，华九应该还在2楼，我们把食尸鬼引过去，食尸鬼扑向华九，我们就脱险了。这样不太好吧？我们这不成了间接杀人？就这么办了，他有传送符，死不了的，能给我们垫背，也算他对人类做了贡献。刚到2楼，就迎面碰见了准备去3楼的华九。你们被狗追了？华九，你该死了！同学记得用传送符。什么玩意？原来是想把祸水引给我，既然这样，刚好试试新技能到底怎么样。他怎么不跑？他肯定是吓傻了，下魔怔了。瞳术，血域幻境。趁他们现在不能动，赶紧解决。他好生猛啊！他的眼睛是血色的，他契约的是眼科室的那只残鬼。那只残鬼是中等厉鬼，而且厉害得很。他一个倒数第一，凭什么能够契约？丁，恭喜宿主获得40破防积分。哪来的积分？华九一愣，回头看见3人正看着他的右眼，就明白了。5枚初级厉鬼的鬼珠，啧啧，这个成色多好！得亏你们把食尸鬼引到这，
不然我都做不到呢。不过要是再让我发现你们害我，我饶不了你们。他们几个不敢多说什么。虽然华九之契约了一只残鬼，但是比他们还没契约的人来说，强太多了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40破防积分。嘿嘿，就很爽。鬼哥，刚才的五杀帅不帅？那是我的技能强大，要是契约一般的残鬼，很难对付5个食尸鬼的。就算契约鬼再强大，也是需要一个很好的主人。要放在一般人，刚才根本没有胆量和5个鬼对视，你的技能就发挥不了。华九接着又在周围科室转了几圈，并没有发现好的鬼魅，不过倒是发现了几具死者的残骸上有一些钱财。既然你们都死了，这些钱财也无福享受，我就替你们花一花。这家伙到底是来考试的还是来捡钱的？考核过那么多届学生，到处捡钱的我还是头一次见。嘿嘿，看看手术室有没有好东西。检测到高等厉鬼1只。由于血统的原因，视力极好里面的情况一览无余。只见一个巨乳女鬼正在拨弄着一个古琴，下胸为56厘米，胸围23厘米，标准的 F job。华九觉得自己右眼不自觉瞪得老圆，甚至还有点湿润。自己这个血统视力很好，并且分析数据也非常精确，就是有一点不太正经。手术室里的女鬼虽然看着也就25、26岁，不过却大得离谱，丰满的像2个篮球，柔弱的细腰似乎随时都要被压断。真是天使的面容，魔鬼的身材啊！你也是这么觉得？同道中人呀。点，血统鬼忠诚度上升5%，剩余15%。这个忠诚度增加的是怎么回事？感情真是老色批的相互认可了。这个大胸鬼怎么看着人畜无害的？他很厉害吗？当然，看到那把古琴了吧？上面刻满了梵文，如果我没猜错，应该是某种索命的音律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先发制人，让他陷入瞳术幻境不就好了？没用的，他是个瞎子，玩克我。这可咋办？血统鬼这波完全派不上用场，但我不想就这么放弃了，因为这个大胸鬼还是个高等厉鬼，如果能契约，自己的实力会大增，只能想办法让他破防，强行契约了。我劝你不要作死，就你现在的实力，招惹他必死无疑。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，这么大的女鬼，难道你不动心？华九没有锁，转身到了旁边的药房，找了几瓶酒精消毒水喷在身上，然后又在满地散落的药瓶里随便捡了几根针管和吊瓶。拿着东西，他来到了手术室门口，便走了进去。你好，什么人？大胸鬼听到异动，俏丽的脸蛋顿时阴暗下来，他双手猛地一拨琴弦，急促的琴音顿时震得他头脑一阵眩晕，感觉天旋地转，捂着耳朵等等，我是医生来给你做手术的。真的吗？我是医生，不信你们问。大胸鬼鼻尖微动，闻到了医生身上熟悉的酒精味，他紧张的脸色这才舒缓。你们医生都去哪了？我在这里可是等了好久，现在能做手术了吗？当然可以了，手术现在就做，请你躺在手术台上。华九压低嗓音，模仿着医生的语气，由于装的还挺像那么回事，大胸鬼真的信了，乖巧的躺了下来。即使躺下，还是能看到深邃的视野线。华九吞了口唾沫，强行忍住了心中的躁动。现在要打麻药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他好像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，我这么做会不会太残忍了？不过很快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，现在必须得装下去，要不然或会大胸鬼察觉出来死的就是他。想到这不再犹豫，他拿起针刺向了鬼手腕上的血部。他这是在给鬼做手术吗？好像是，这哥们也太大胆了，他不怕吗？老师教我们，面对鬼魅最忌讳的就是恐惧。如果直面正是鬼魅，不仅大大增加生存的几率，还可能折服鬼，让其变成契约鬼。他真的做到了融会贯通，这确定是年级倒数第一。走，我们也学一学他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契约鬼。疼吗？不疼。那就好，没插到血管，要重新插一下。还没进。
再扎一下。你的血管怎么会走位？又没扎到。我操，你的皮肤好光滑，我得重新预判一下。你是容嬷嬷吗？这冷扎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40破防积分，检测到大凶鬼破防达到50%，距离直接签契约还差49%。真不好意思，下次一定。不用麻药了，你直接动手做吧。那好吧，你需要做什么手术？变性还是隆胸？我不需要隆胸，我就是得了巨乳症，需要切除一些，否则走了沉甸甸的太累。这么好看的，可惜了。你需要切除多少呢？切除50%吧。哦，50%啊？那你是要左边还是要右边呢？你有病是不是？你听说谁家切除手术是切一边的，要均匀的切，两边都切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40破防积分，破防程度达到60%。哦，那你是要切上边还是下边？丁，恭喜宿主获得40破防积分，破防程度达到70%。切前面还是后面？我觉得切前面还是不太好。你是要微创的，还是满是疤痕的？对了，你男朋友他同意这个手术吗？我寻思这个手术可能会影响他的幸福。你是要无痛还是超痛？忘了你不打麻药，那可超级痛哟，50%不太好控制呀。要不100%统一切除？我们院最近推出抽脂手术，要不要试试？办会员卡可以打折。你找死啊！检测到大凶鬼破防达到99%，可选择强行签订契约。姐姐别激动，我们还没聊完呢。不需要了，我现在只想你死。丁，大凶鬼小姐，你是否愿意成为林默先生的契约鬼？尊重他，爱护他，不论贫穷与富贵，不论健康或疾病，不论顺境或逆境，你都愿意陪伴他直到永远。你愿意吗？你想的可真美。大凶鬼小姐同意，签订契约中。怎么回事？我这不是没同意吗？签订完成。大凶鬼被强迫化成了一道武器，附着在了画九的身上。现在已经签订了2只鬼，还剩1个。你这个骗子，你放我出去！姐姐，你待在我身体里，就不用到处走了，也就不用为胸大而烦恼了。我这就是在帮助你。你妹的！大凶鬼等级高级厉鬼，鬼气值200，距离下次升级还差200。忠诚度20%，技能尚未激活。忠诚度居然有20，看来大凶鬼对自己还是稍稍有那么一点好感的。虽然表面没说出来，但是把他从这个暗无天日的医院救出去，这可能就是他初始忠诚度比较高的原因吧。系统消耗300积分兑换大凶鬼一技能，兑换成功，获得技能翻音索命。翻音索命1级，用琴音扰乱敌方心神，并且造成群体眩晕效果。当敌方血量低于50%，可以斩杀0起消耗50。技能冷却180秒住，眩晕效果对同。等级或低于大凶鬼等级的鬼魅和人持续40秒，对于高等级的持续20秒。好一个团控斩杀技能，这个控制效果比血域幻境的效果还变态。血域幻境的禁锢虽然可以让对方丧失行动能力，但是对方还是可以思考的，甚至还能用意念操控契约鬼魅。但是眩晕就不一样了，可以禁锢的同时还能扰乱心神，被控住就等于个活靶子，再加上斩杀效果，可以说就是神技。现在控制技能有了，唯独就缺一个有伤害的契约鬼魅。虽然大凶鬼的2技能有大量的伤害，但是目前还没足够的鬼珠支撑它升级，所以下一幕要找个伤害高的刺客，或者有肉有伤害的战士型契约鬼了。所有考核学员请注意，距离午夜12点还有1个小时。学员的住宿条件和伙食由契约数决定。契约1支以上的学员可以住进 ICU 病房，契约1支的学员只能住进普通病房。未契约到的学员无住宿权。特别提示：1. 住宿权可以交换或赠与2。晚上凶灵级鬼魅会出没，没有住宿权的学员会非常危险。距离住宿病房开放还有半个小时，请各位抓紧。哇塞 ，ICU 里面的床铺好干净，被褥都叠得整整齐齐的。你再看普通病房，里面满是血浆和脓液，可惜我只契约到了1只鬼。能有住的地方就不错了。你看看那个短发妹子，没有契约到鬼，现在正哭呢。确实，相比之下，我们幸运多了。哟，这不是话久吗？我们现在也契约了鬼，不是残鬼，而是完全体鬼。现在你嚣张不起来了，我分分钟完爆你！就你这小短腿，追不追得到我都难说。你就会嘴犟，要不是让你捡漏契约了1只残鬼，你就得在走廊睡一晚上了，那样你必死。真恶心，残鬼也算1只鬼，也能住普通病房。一想到要跟这种人渣住在一起，我就反胃。我不会跟你们住在一起的。怎么？你要放弃普通病房的住宿权？
能给我吗？我出钱买。不是，我要住的是 ICU。你不可能，你的契约上限是0.5，只能契约1只残鬼。ICU 的住宿条件是契约1只以上，你就会吹。先天条件都没有，还好意思吹？我管你怎么想，给我让开，挡我路了。他不是契约上限只有0.5吗？怎么能进去？学校档案不可能有误，而且上限是天生的，后天根本增加不了，一定是他作弊。你给我滚出来，我要举报。火锅准备的真丰盛，绝了，味道真不赖，这味道比外面的店还绝，你们快尝尝吧。哦，对了，你们没有 ICU 的住宿权，可惜了呀。要不我俩换一下病房，我出1万块钱，出去就给你。我就不，我都吃上了，难不成你让我吐出来？火锅你吃完，我只要住进去就行了。我希望你想好，我父亲是上面的高官，得罪我对你没好处。花酒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敢得罪孙小姐，你想死吗？这么说也不是不行。你同意了？你扇刘泽一巴掌，扇了我就可以考虑。你说什么？对不住了，这下可以了吧？耳朵不好，听不到。花酒，你别欺人太甚。这记耳光很轻，整个走廊都能听见。刘泽脸上顿时不对，眼泪都快被打出来了。但是打他的是孙丽丽，他连个屁都不敢放，只能把怒火迁就在华九身上。这下你该满意了吧？快点从里面滚出来！不好意思，不行。你言而无信，你这个混蛋！我刚才说了，你扇他一巴掌，我会考虑。现在我考虑完了，不行。你这个混蛋，王八蛋，你等着吧，你迟早会后悔的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100破防积分。我操，一个人就提供了100，这波孙丽丽破大防了呀，积分直接赚妈了。哼哼，你也就嚣张一时，得罪了孙家就等死吧。走廊的灯熄灭了，变得黑漆漆，非常可怖。基本所有人都躲进了病房中，除了吴坤和他的女朋友短发妹。吴坤，你忍心看我一个女孩子睡在走廊吗？晚上要是来凶灵了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契约了战士型鬼魅，要是你受到攻击就喊我，我第一时间出来救你。既然你救我，那为什么不把住宿权给我呢？你仔细想想，你契约了鬼，作战能力肯定比我强，睡在外面生存率也高，那为什么不让我睡病房呢？你到底爱不爱我？你发的誓还算不算数？不，你放心，你把住宿权给我，要是你出了事，我死了也会救你的。那好吧，要是出事，你一定要救我。放心吧，要是你被鬼攻击，我就是跪着也要求孙丽丽他们出来救你，绝对不会让你受到半点伤害。吴坤走到了普通病房门口，用手检测通过，光幕打开。等短发妹进去后，吴坤也想借机冲进去，可是光幕一瞬间合上挡住了他，根本没给机会。真是个傻子。门外吴坤根本没有睡意，而是高度紧张地看着周围。走廊的黑雾逐渐浓了起来，隐约还能听见鬼魅飘荡的声音，危险的气息越来越近。他能感觉到自己至少被3、4只鬼魅盯上了。不过好在四周的鬼魅也察觉到了他体内的契约鬼，并没有扑上来，而是觊觎地盯着他。只要再等3个小时，自己就解脱了，再熬一熬。这是电锯声。肉，我要吃肉，嘿嘿嘿。糟糕，是凶灵级别的鬼，后面没有路了，只能召唤残服鬼了。大半夜的，让不让人睡了？卧槽，小子，你觉得我一个厉鬼初期能打过凶灵吗？只能拼一拼了，不拼就是个死。吴坤脸色惨白，呆滞在那里。他好不容易契约的鬼被杀了，导致心神受到了极大的重创。对于鬼师来说，契约鬼被灭是极大的损失。首先，契约上限无法恢复，死掉的契约鬼永远会占据一个上限。萧倩，快救我，快让他们出来救我！可病房内，萧倩早都吓得六神无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孙丽丽3个人相互看了一眼，根本没有行动的意思。别说萧倩没求他们，就算求他们也不会出去的。对于他们而言，没有什么比安稳通过考核更重要。难道这就是可笑的爱情吗？完蛋了，我要死了。对了，用床送符。他用指头撕了撕，
可是传送符质量很不错，单手本身就很难撕开，再加上他失血过多，变得非常虚弱，就更难撕开了。笨蛋，你不会用嘴叼着，这不就能撕开了吗？对，差点忘了。肉，我的肉跑了，我要吃。电锯鬼气的咆哮起来，他举起电锯，疯狂地砍向光面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60破防积分。电锯鬼砍了几分钟后，发现根本打不开，只能悻悻离开。怎么走了？你走了，我上哪整积分？傻鬼，我出来喽！少肉，我又跳出来了，我站回去了。哎，怎么样？我又跳出来了，打我啊，笨蛋！一阵反复横跳，电锯鬼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，他失心疯的朝远处跑去。干！你给我回来！午夜，恐怖病院上演了神奇的一幕，一个考核的学生狂追着一个凶灵级的鬼魅。电锯鬼的破防程度都到了80%，可不能就这么放走了。只是我栽种。电锯鬼忽的一个转身拉动电锯，瞳术，血域幻境，吃吧，很香的呢。我的胳膊肥而不腻，瘦而不柴。电锯鬼闻到了诱惑的气味，可是他被禁锢住了，根本吃不了。检测到电锯鬼破防达到90%，距离直接签契约还差9%。吃，他奶奶的，为什么不吃？血域幻境对于高等级鬼魅的持续时间只有10秒。华九内心一直默默倒数着，当倒数到1时，马上抽开胳膊。看来你不喜欢吃，那就算了。我要杀了你！检测到电锯鬼破防达到99%，可选择强行签订契约。签订。丁，电锯鬼先生，请问您愿意成为华九的第3只契约鬼吗？感谢您的认可，签订契约中。我没滋生养。第3只了。电锯鬼被消灭，医院仅剩1只凶灵级鬼魅，请大家小心。什么？电锯鬼没了？不可能啊！华九只契约了1只终极厉鬼，怎么可能是电锯鬼的对手？他太生猛了吧！这时，华九回到了 ICU， 就听到了来自孙丽丽和刘泽的破防积分。打开电锯鬼的面板。电锯鬼等级初级凶灵，鬼气值560，距离下次升级还差440，忠诚度5%，技能尚未激活。这个忠诚度有点低，等考核结束买上一堆猪肉喂一喂，估计就差不多了。电锯鬼看着像个莽夫，应该比较好糊弄。厉鬼只能激活1个技能，而凶灵可以激活2个，破防积分也攒了不少，那就直接激活2个技能吧。兑换电锯鬼1技能成功，获得技能被动嗜血，嗜血1级，每受到1点伤害则增加2点攻击力，伤害越多增加攻击力越多，灵气消耗0，技能冷却0秒兑换电锯鬼2技能成功，获得技能电锯狂舞，电锯狂舞1级，电锯鬼疯狂的挥动电锯，对周围造成无差别打击，灵气消耗100，技能冷却200秒，一个增加攻击力的被动技能，一个 AOE 范围性伤害。现在唯一的缺点就是自己还是一重遇鬼师，对于厉鬼级别的契约鬼操纵控制较强，但对于高于1等级的凶灵来说就有些勉强。1重遇鬼师只能操控厉鬼等级，2重操控凶灵级以下，3重操控恶灵级以下。要是越级操纵，很可能会出现契约鬼失控的情况，那时候就有可能伤到自己。当然如果忠诚度足够高是可以弥补这一点的，然而现在电锯鬼的忠诚度显然不行，看来还得尽快提升遇鬼力。现在还没天亮，先补一个觉吧。这时，短发妹子萧倩也揉着脑袋走出了病房。很快，她就注意到了众人鄙视且炙热的目光，目光毒得像一条射线，几乎能把她刺穿。此时，在众人眼里，她就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。萧同学，看到这满地的血迹，你就没什么想说的吗？我都没有契约鬼，出去也救不了他，况且是他自愿把住宿权让给我的，你怎么这么多管闲事？呵呵，你是救不了他，但是你也说过下跪都要求人救他，可我印象里你昨晚好像一个字都没说。要不是吴坤把住宿权让给你，昨晚被电锯鬼锯断胳膊，失去考核成绩的人就是你。现在你居然说出这种话，真让我想到了农夫与蛇。闻言，萧倩顿时语塞。A 级考核特殊模式开启，大逃杀模式，目前还剩中级凶灵鬼魅1只，初级厉鬼3只，凶灵会对你们进行追杀，坚持到中午12点即可通过考核。好吧。好，向哪跑？你知道凶灵在哪？万一跑进他老巢怎么办？就在这时，华九忽然看到萧倩背后的墙面上爬来了一只狰狞的鬼，
他们为什么看不到？难道是因为我有血统？你们问鬼在哪？鬼就在你们的背后。靠，你又来这套？你觉得有意思？你觉得你很幽默？真无聊。我操，真有鬼！他怎么突然成这样了？都说了有鬼，你们不信？先走为妙。反正我有血统，能知道无形鬼的位置，只要坚持到12点就行了，没必要死磕。这应该是只无形鬼隐身看不见。可华九怎么发现的？可能因为他右眼的血瞳能看到普通人看不见的。我们跟着他跑，肯定没错。靠，那个血统鬼是我们先发现的，可恶，被华九捡漏了。回头看一眼跟屁虫一样的3人，华九感觉头都有些大。无形鬼追他们3个，他们3个追我，那不就等于无形鬼追我？难不成要从早上6点一直跑到12点？那还不得累死？想办法把他们甩掉。我要杀了他，这个该死的鬼！你要杀他？你和他有仇？他抢走过我不少肉，现在只有少得可怜的5%，看来得帮他杀了无形鬼，他才肯彻底归顺我呀。要是不增加电锯鬼的忠诚度，迟早会成为自己的定时炸弹。怎么不跑了？是不是已经把鬼甩开了？跑到12点，你不怕把腿跑断？那能怎么办呢？跑是目前的最优解。华九兄能看到鬼在哪？你带我们跑出去后有重线。我懒得跑路，把无形鬼弄死不就行了？真是作死！无形鬼是终极凶灵，就是咱们学校的老师都不见得能轻松拿下。他一重遇鬼师，逞什么呢？没事，咱们躲得远远的。要是他死了，更没人和你抢 MVP 了。好快！他完蛋了，他死定了。等等，那是……吓死我了，还好召唤大凶鬼及时。让你抢我肉，让你抢我肉，我锯死你！2年来，他都被封禁在这个医院。无形鬼仗着速度快又灵活，经常偷抢电锯鬼的肉吃，电锯鬼追不上一点办法都没有。2年来积攒了大量的仇恨，这一刻全部发泄出来了。眼看无形鬼的血量大幅度下降，在仅剩下5%的时候，大凶鬼的梵音索命斩杀线触发。丁，电锯鬼忠诚度上升20%，目前25%。他竟然把那只电锯鬼也给契约了。2个完全体鬼，1个残鬼，他的天赋已经超过我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他曾经的骄傲荡然无存，心里一滩死灰，自己被年级倒数第1反超了他，不愿意接受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在短时间内激活了技能，我能预感到华九的实力肯定不会局限于此。这样的天赋和悟性已经完全超越了自己，我这个年级第1的位子有些不保了，绝对不能让他再发展下去了，否则必成大患。考核结束，成绩结算。吴坤、萧倩中途结束考核，未通过考核0分。陈磊契约一只厉鬼及鬼魅，未斩杀鬼魅，考核60分。刘子契约一只厉鬼及鬼魅，斩杀一只厉鬼及鬼魅，考核70分。孙丽丽契约一只厉鬼及鬼魅，斩杀2只厉鬼及鬼魅，考核80分。华九契约2只厉鬼及鬼魅和1只凶灵及鬼魅，斩杀5只厉鬼及鬼魅，1只凶灵及鬼魅，考核90分。本次鬼域考核的 MVP 是华九，奖励青狮鬼珠1枚。同时恭喜各位通过了考核，现在就送你们回去。卧槽！你居然从 A 级鬼域活着回来了。华九，你没受伤吧？我身上没事。那就好，没想到你天赋倒数第1，成绩倒数第1，进入令人胆寒的 A 级鬼域，居然和没事人一样，不愧是我的学生，我就说你最有出息呢。简单聊了几句，老师走后，华九便去找黑小胖了。这家伙不会在鬼域睡了1天吧？醒醒，放学了，起来，组队开黑，起来吃饭，我请客。你请客，铁公鸡要拔毛了！我操，你特喵真是个吃货呀！快起来吧，我请你去吃。吃吧，不够一会儿继续上。那就多谢九哥了。干我！乖儿子，考核怎么样啊？有大专上吗？报喜了，
今天 A 级鬼域拿下 MVP。我的个亲娘嘞 ！A 级鬼域 MVP， 好样的儿子！我看村里还有谁敢说我儿子是学渣？对了，儿子没钱了你就说，这几天我把麦子卖了，就给你寄钱过去。钱够花，我在鬼域赚了不少呢。40亩地确实有点多，如果实在够不过来，就雇个收割机。不用不用，我和你妈身体都好着呢。我和你爸在比谁割得快呢。千万别累着，都一把年纪了。哈哈哈，知道了，儿子真是长大了，都会心疼我们了。儿子懂事了，我就放心不少了。操你大爷！我们安全局是不会放过你们这些余孽的。聒噪！一个小小的安全局，我迟早把里面的臭鱼烂虾全部杀死。话说安全局不会已经发现我们了吧？应该不会吧？我想可能是安全局加大了搜查的范围而已。要是他们把我逼急了，我就去省城。去省城干嘛？你不怕给儿子招惹到麻烦？去省城的安全局总部，把里面的人都给宰了！哈哈哈！小胖，你是真不客气啊！嘿嘿，好不容易你请客，我可得好好宰你。话说你在地级鬼域契约了一只什么鬼？我开始就契约了一只垃圾桶鬼，然后就在垃圾桶里躲了一整天，可饿死我了。靠，在垃圾桶里苟了一天，难怪你身上一股味。可惜了呀，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分道扬镳了。我去大专摆烂，九哥去高校深造，到时候出息了可别忘了兄弟。能不能去高校都两说呢？我理论成绩可是全校倒数第一。夜深两人分开后，华九就随便打了辆车准备回家。师傅，去白兰小区。好的。师傅，这可不是去白兰小区的路啊！卧槽，我这是上黑车了。